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很高兴又邀请到我们的金老师大家好，我又，Hello。来了。想跟大家 OK 分享一个主题，我们要聊聊的主题是拒绝。嗯，嗯，如何拒绝别人？嗯，很难哎，对我很难。来说，以好，前的我来说嗯是嗯嗯。非常难的一件事情。是哦，好，你要不要讲一讲，就是对你来说，哎，为什么你觉得拒绝别人很难呃，因为我以前是一个讨好型人格，我好啊？像是不是告诉过你？你说过，对对对，对，我有印象。我以前的心态是非常想要做一个老好人、烂好人。对，其实老嗯好人就是烂好人，他就是那种心情，就是说我很害怕拒绝别人，嗯因为我觉得我拒绝了别人，别人会不喜欢我。然后啊，我以前的那种状态就是我非常想要大家都喜欢我，可能我啊，的内心会缺乏自信，对，缺乏对自己的认同感，所以我需要嗯从外面来寻找这种对我的认同感。从嗯中学一直到我后来大学研究生毕业参加工作以后，我都嗯是这种讨好型人格的状态。所嗯，以以前拒绝对我来说没有的，就没有拒绝哦，过别人。来者不拒的意思吗？就是有谁要我帮忙，或者甚至是有的时候，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有点难，或者我嗯甚至会委屈自己，我想要帮他做好，因为我嗯帮了他，他会喜欢我啊。就我以啊。前的心态是这个样子的。嗯，对，有没有就是你答应了别人一些事情，因为你害怕拒绝，然后帮嗯忙别人，然后让你吃亏的一些经历情况呢？嗯，我上班的时候，我会嗯常常要出去办事情。嗯，然后我的同事他就会习惯性的让我说，哦，那你出去办事情啊，那你可不可以帮我去那个面包店顺买哪个，便，嗯买哪个面包？嗯然后其实我去办事情的那个路线，嗯，跟去给他面包店买面包的那个路线完全是不顺路的。我也会说，哦，好啊，好啊，没问题啊。当然，其实我觉得我现在想起来，这一定是我的问题，因为嗯其实我完全可以告诉他啊，不好意思，不顺路，其实很嗯简单，对吗？嗯嗯嗯嗯嗯但是我就是不会拒绝别人，我害怕拒绝他，所以我就说没问题，我会帮你买面包。然后嗯在别人那儿，他也会觉得哦，你是顺路帮我买的。其实以前这种讨好型人格，它给我带来最大的伤害，其实是这种心情上的，而且嗯它会让我变成一个玻璃心，我非嗯。常讨厌的状态，我非常非常讨厌的状态，对为不对？什么讨好型人格容易玻璃心？因为我不是讨好型人格，所以我不懂这个嗯。状态。对不起。这种状态很有意思，就是它是一个不嗯健康的状态，嗯哼嗯就是说，哼，你让我给你帮忙，对你以为是顺路，但是我知道我不顺路啊，对对对，我知道我是绕了路帮你买了面包，我嗯绕了路帮了你的忙，那对，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那在我的心里我是这么想的，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我这么哦，麻烦，但是你对，好像不当成一回事。啊，哇这种心态，我觉得就是玻璃心态，就觉得哦，好容易被别人伤害，哦，好容易觉得难过，这个就我觉嗯得就是玻璃心。但是其实这是自己造成的，哦，其实我觉得跟别人没太大嗯，关系。那是不嗯。是这种到最后会变成有一种就是受害者心态，感觉就是好像哦，你们都欺负我，你们都叫我帮忙，会变成这样吗？呃，我觉得严重，如果越来越严重，一定会。对，但是好在，我及时嗯，发现了我的这种不健康的这种状态，然后我再有意的调整。像我们这一种，我是跟你不太一样，我不是讨好嗯型人格，我是一个就是很直接，你只要很直接、客气直接的跟我讲，我都可以接受。所以今嗯天假设
你还是一个讨好型人格的人，然后我们是同事，我可能说，哎，Jane，你可以帮我什么什么吗？然后嗯你回答我说好，我可以帮你，我就会觉得你说的是实话，其实你真的可以帮我，我完全不会想到对，你在嗯勉强你自己。嗯嗯嗯所以你帮我买个东西回来，我会说谢谢；你帮忙我什么，我会说谢谢。但是我不嗯会觉得你是大老远或者是很辛苦的帮我办完这件事情，我会觉得你只是顺便而已，因为你就是答嗯应的很轻松。我嗯嗯们嗯，我的想法就是很简单，哦，你就是顺对，便。我不是说我不珍惜，是我完全没有想到你是不顺便的状态。嗯嗯嗯，不顺路的状态帮忙我，哎，不是不对珍惜，是根本没有想到。对，对对对，然后如果这种人到后来呢跟我说：“哎呀，我帮你那么多，我辛苦做那么多”，我会很傻眼。我想说，我没有让你辛苦啊，你可以拒绝我啊。我嗯，这个人就会很傻眼，不是说我想要占你们的便宜，但是我知道有一些人是明明了解你们这种讨好型人格的人，还会要占你们的便宜。哦，就是是吗？对他明明知道你很勉强，你无法拒绝，他就每次找你帮忙。有一些人是这样子，哦，当然，我觉得什么人都有的，但是我不是，我不会对说出来，我就放在自己心里内耗，知道吗？对对对对，内耗这嗯，个词，学生啊，同学们要可以学一下。对，我会把呃，词的解释放在这里。内耗很热的一个词，现在，就是心里在打架。对，自己跟自己打架，对，没错没对错。那是对，什么情况让你改变，从一个很难拒嗯，绝别人的人，变成会保护自己、会说不的一个人？可能是有太多事情的累积，然对后我慢慢的，其实我的内心会告诉我，我很不喜欢自己那种玻璃心的状态。对，就是我一直想要自己变成一个非常内心很强大的女嗯人，内心强大的女人，所以嗯可能因为我有这个目标在，当我意识到自己太脆弱，嗯太容易。太敏感，太嗯容易觉得受伤的时候，我就会告诉自己，你这个样子我真的很不喜欢，然后我就会慢慢去找原因。我会去观察自己，我是在哪个时候，哪个行为会让自己不舒服，会让嗯自己变成玻璃心的那种状态。我会啊，记下来哦，我真的这个哇，过程很难，我会嗯，写下来。然后我写下来了以后，我会去看，然后去对网上会找一些心理学的书籍过来对看一看，了解对了解自己。然后才对。发现，原来这种行为叫做讨好型人格。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它有一个名哦，字。嗯哇，你还会去找资料，然后帮嗯助自嗯嗯己呀，好厉害嗯哦！哎，你这个自我察觉的能力还蛮强的诶，我突然觉得，因为有些人是嗯不会像你这样做的，他就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，然后最后觉得为什么我帮别人那么多，他们不珍惜我，然后对我不好，然后把我的帮忙当做是理所当然，然后最后有一些人渐渐的就会变得好像受害者一样，觉得你们都在嗯嗯，占我便宜。我觉得可能是因为，其实每一次的不舒嗯，服，它都是真实存在的，就是，对，但是我可能我的不舒服的感觉我都记得，然后嗯，有一些人他其实他肯定也会不舒服，但对是他可能不记得太清楚，对，或者是怎么样的，但是我真的都记得，所以我累嗯积起来了以后，到了一个点哦，嗯就真的让自己非常受不了。其实我也嗯是一种非常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。到了那个点的时候，我觉得啊，好内耗，我得改嗯变，我得改嗯。变。那如果你现在想要拒绝别人的话，你会怎么做？比如说，我嗯打个比方，就嗯，是今天你想约我，我们一起录播客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嗯然后如果我真的
我其实没有空，或者对我今天精神不好，我也不对想录播客，对，我就会直接跟你说，但是我会很好的说，我会说卡老师，我最近可能状态不太好，不嗯，太想录播客，我们等对一段时间好不好？我真的，OK，现在就会这样说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对，嗯嗯嗯。所以我现在看到回到我的年轻的时候的状态，我觉得自己好傻哟，就是就是哈，做了嗯很多让自己不想要做的事情，让自己很内嗯，耗。哦嗯，，OK，我觉得我是完全跟你相反的人呢，所以我刚刚就问你说怎么会，为什么会玻璃心？我完全不懂，你有没有发现我不是听不懂中文，我是根本不懂这个心态。对，这特别对，好，你这样的哦心态是健，OK，康的心态。可是嗯我也不是说一直拒绝别人，我觉得我是看情况，看谁嗯嗯嗯，找我帮忙。如果是我不在乎的人，或者是我对这个人印象不好，我就会直接拒绝。然后我也那不会当然。在乎，我也不会在乎说我对他讲话客不客气，反正我就是直接拒绝。他要讨厌我就随便，反正我也不在乎。但是如果是有一些利益关系，或者是说，我害怕得罪的人，比方说同事啊，或者是老板的话，哦，这个就会让我很内耗，因为这已经嗯，不是说我喜不喜欢这个人的问题，而是我如果得罪了这个人，拒绝了这个人，以后我工作可能也会有麻烦。所以嗯，像这一种情况，我可能就会不得不答应。其实在，嗯在职场的工作嗯，人，可能多多对啊。少少都会有这种时候。有时候我会看到一些人在说，如果你在外面上班工作，你就需要去学习沟通的艺术，或者是拒绝的艺术，你要有一些话术拒绝别人，嗯，不需要每一次都勉强答应，因为如果你答应了，事情做不好，反而更糟糕。然后我之前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一个很好笑的，就是如果今天同事跟你说他生病了，需要你帮忙他做一点事情，你想要拒绝你的同事，你就要装的比他更可怜，你要我病的比你更严重，我没办法帮你这种网络的那种笑话，这样子，我觉得嗯，很好笑，可是又觉得，哎呀，这个在外面工作有很多无奈，这无奈。样子，对对，啊，很无奈，对对对，嗯。所以，然后你刚嗯刚嗯，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，就是你说你跟我是相反的。你说对，可能有的时候你会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，哪嗯，怕对方他可能不喜欢你了，讨厌你了，你没差，也觉得无所谓。嗯其实这个正是就是说明一个人内心比较强大的一个点，嗯嗯，就是叫做被讨厌的勇气。这也是其实也是一本书啦。我知道，我但是知道，这本书我还没这个看过，哎，对，但是其实这个很重要啊，就是你不要害怕别人讨厌你，或者是你嗯不要害怕别人不喜欢你，嗯这才是一个健康的心态，就是嗯，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喜欢你。所对，以你像我以前的那种状态，就是特别勉强，我嗯。希望每个人都喜欢我，但是你发现没有，其实这样反而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喜欢你。其实别人他感觉得到的，就是你嗯，你你好像很勉强，或者是对对，都可以感觉到那个气是不对的，对啊，那个是那个气氛。气。讲到那个被讨厌的勇气这一本书，我就觉得很好笑。有一件事情，就是以前我有一个朋友，他说他买了一本书，叫做《被讨厌的勇气》。他说：“哎呀，Katrina，你一定要看这一本书，这本书写得很好，是一本很有名的书。”然后我看了书名《被讨厌的勇气》，然后我就说。为什么被讨厌需要勇气？被讨厌就被讨厌，这种东西还可以写成一本书，我真是但是因为你不懂我们的。傻眼了，超好笑的。然后我朋友就很尴尬，我就说，后来我看到他有点尴尬，我就说，哦哦，不是啊，如果你觉得这本书对你有帮助，你就看吧。我说我先不用，没关系，因为我从来不在乎，就是别人讨不讨厌我这样子。你提到这本书，就突然让我想到这个回忆，这样子，对，
所以你可以想象，为什么嗯，会有这样的书，是因为有如此大的一个群体，他就是对需要这个勇气。你就像对我以前一样，对，不懂嗯拒绝，有很多就是我们常常是这样啊，道理都懂了，但是有的时候嗯做事情的时候，还是可能会忘记，还是可能会做不到。但嗯是可能看了这本书以后，你会觉得会让这个东西它真的会渗透在你的身体里面，在你的，OK。心里面，你会觉得，我真的应该需要更有勇气，应该更强大之类我的。我觉得哦，被讨厌的勇气最大的方法呢，就是你多被讨厌几次，你就有勇气了。你知道被讨厌是怎么一回事，你就觉得啊，不过如此嘛，这就是被讨厌嘛，那 OK，没问题了，这样子啊，这是我的方法。我觉得你可能完全不能够懂，就是对像这种玻璃心人群的他们对，的想法，就是嗯因为害怕被讨厌，然后天天在内耗。对，啊，哎，很累，我觉得内耗很累。就是太累了，这对不仅啊，累，还短命哎。哦，哇，这么多缺点，这么多内缺点。耗太伤身体了啦。我们未来也可以聊聊内耗这件事情。对，这个词也嗯，是近几年非常流行的词。在这里，我们来最后给各位同学一些诀窍或者是一些方法，关于拒绝这件事情。好了，对。我自己先说好了。如果我今天要拒绝一个人的话，我会先看第一个那个人的要求是什么，然后第二个我为什么不想要帮忙，我为什么不想要答应，我的感觉是什么，然后第三个是要求我的人是谁，请我帮忙的是谁，然后最后我才会想我要怎么说，怎么拒绝。那如果今天是一个人突然的跟我要求一件事情，就是当下就是面对面突然问我，哎，你要帮我什么什么，我可能来不及反应的时候，我自己的做法通常是，我现在没办法决定，我可以让我想一想吗？对，嗯就是嗯先按一个暂停键，嗯。对，然后跟对方说，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决定，这样子，这样你也不会勉强自己，也不会得罪人，就是这是我给各位同学我自己的方法。其实我现在也就是这样做的，就是大嗯家可以参考一下。就嗯是呃，当别人对你有一个要求或者有一个问题的时候，你首先你问问自己，他的这个要求我想做还是不想做？嗯，我开心还是不开心？那对，么你问了自己以后，就是其实你自己的真实的想法，你自己是非常清楚的。那嗯么，如果他要求你做的这个事情，他想要你做的这个事情，你自己觉得其实我是不想做的，那我嗯就建议大家要听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，嗯，那么就直接去拒绝他好了。然对，后拒绝的时候，你可以想一想啊，然后就是说不那么直接，也可以非常直接的拒绝，就是不好对意思，我可对，能做不了，或者不嗯好意思，我现在不太想要做就是嗯都没有关系，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一样，就是首先不要害怕被别嗯人不喜欢，不要害嗯怕去拒绝别人，然后嗯因为其实也非常真实的一个现象就是，其实别人往往没有那么关注你。他们啊，往往都是在关注自己，所以嗯你的一个小小的拒绝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影响。但是你嗯，对自己诚实，这个是最对，重要的。是对，是是，嗯，反正你答应别人，他也不见得会喜欢你嘛。你这对呀，样想就通了。我讲话太直对，接了。很好，很好，就是道理就是这样的。没错，没错。好，所以给各位同学这个我们的经验。那今天谢谢俊老师来我的播很高客。兴，很开好，我们心，就跟大家说再见吧，再下次再见。见。